有冇搞錯？唉，大家好，大家好，又係三個人，唉 ，Ingrid，咁啊，楊蘭蘭咧同習近平睇嚟都好難搣得甩㗎。咁啊，民主中國陣線嘅副主席咧，盛雪日前收到嚟自北京嘅獨家爆料，話呢個楊蘭蘭咧喺今年3月咧曾經去深圳探病危嘅齊心，即係習近平阿媽。咁呢條消息一出咧，數日已經係幾百萬次瀏覽。不過我哋亦都發現啦，當初爆出呢個楊蘭蘭天價保釋費用同埋佢1000億身家嘅消息咧，係嚟自中國大陸嘅。而習近平最近咧突然間出現咗喺西藏喎。咁之前咧就有傳話佢已經病危啦，咁樣即係好病重啦咁樣。咁究竟係點回事咧？今日我哋就一齊嚟到探究竟啦。咁啊 Zack 交俾你講講呢個盛雪收到個料先。好。點解會咁咧？咁喺8月18號啦，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啊盛雪咧就係佢個 Twitter 即係 X 嘅，佢喺加拿大嘅，係。嗰個 X 嘅帳號嗰度咧就發布咗一個絕密嘅情報啦。咁咧佢咧就話咧楊蘭蘭咧喺今年嘅3月8號咧就夜晚咧由澳洲悉尼咧飛咗去香港。去到香港嘅時候咧有3架車咧去機場接佢噶。咁佢直接咧就上咗一個凌志嘅保姆車啦。咁咧就冇喺香港停留，而係直接咧入咗去深圳噶。咁啊去咗嗰個深圳嘅迎賓館啦。咁咧佢嗰個Twitter 嘅嗰個post 就寫話咧，見到佢咧生得形似神似並且寵愛佢嘅奶奶齊心老太太。咁呢個係佢嘅 post。奶奶指嘅即係普通話係指嘅係阿嫲咁解啦，唔係阿婆。阿嫲係啦。咁啊，盛雪咧仲話咧就係楊蘭蘭嘅媽媽咧，其實係一個廣東人嚟嘅。咁啊，呢一個楊蘭蘭咧就翻咗中國啦，翻咗去深圳啦，就喺深圳嗰度咧就同齊心見面，亦都咧就係同阿習近平嘅媽媽見咗面嘅。咁呢一個消息咧係邊個傳俾佢咧？就係佢嘅一個小學同學。咁當年咧佢咧喺北京咧一間小學讀啦，咁啊個學校附近咧就係一個衛戍區嘅大院嚟㗎。咁啊班上咧大約有1/5嘅學生咧係衛戍區嘅子弟。咁啊雖然咧好多年就冇聯繫啦，但係對方咧一直真係暗中關注盛雪咧喺民運當中嘅活動噶。咁佢嘅呢一個同學嘅先生咧，亦都係一個衛戍區嘅軍人啦，就喺執行任務嘅時候咧就喪生咗。咁啊而佢嘅仔咧，亦都係即係被安排進入咗衛戍區，好似叫正顧係咪呢啲叫？並且即係咩正顧？政治顧，即係爸爸入咗去衛戍區，個仔都入咗去衛戍，因為好似聽阿盛雪有咁講喎。接班啊！接班啊！咁啊，並且咧就調咗去深圳咧執行任務噶。咁啊，盛雪咧就相信呢一個資料就係真噶啦，因為咧其實佢個小學同學都冇必要用咁高，即係冇咁大嘅風險去呃佢噶，係啦。打斷一下啦，我哋先嘅安全嘅。係如果係北京嘅衛戍區，咁啊其實係負責北京城裏邊嘅治安全，但係佢唔係公安，佢係負責領導幹部。如果係北京衛戍區，當然就好犀利啦。北京衛戍區入邊嗰個學，其實係中央警衛團，其實就係而家嘅中央警衛局。所以其實係喺出邊係套咗一個衛戍區咁樣嘅。呢樣嘢咧就其實而家好多地方，譬如話以前咧廣東都有廣州叫做警備區。警備區都有個司令啊！我都成日嗰時喺軍隊院裏邊話講咗邊個嚟自空軍，嗰個人嚟自警備區。咁就其實嗰個人咧就係即係呢個軍隊嘅負責領導人安全嘅嗰個機構嚟嘅，都好多人㗎，好犀利。咁啊，北京衛戍區咧就好特別嘅，因為佢就唔會負責
北京市長嘅，北京市長嗰啲當然都係屬於高官啦、政治局委員嗰一級啦。佢最重要嘅任務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屬於上邊即係最高級嗰一批人嘅。即係啲國家領導人。係啦，冇錯冇錯，即係屬於嗰啲。咁啊，佢呢個惠樹區有好多級嘅，即係有喺北京嘅惠樹區有專門保護呢個最高層嘅嗰啲人。咁啊，下邊咧好多，譬如話呢個副國級差唔多以上嘅人都係屬於佢哋會保護，唔單止保護佢哋，我哋要講明，包括佢哋嘅家人、屋企人。所以佢就知道齊心嘅楊蘭蘭嘅係佢呢個意思咧，就係佢係因為佢嘅家人有啲咧喺北京，有啲喺外地，咁啊，所以有啲外地嘅咧都係呢啲人嘅照顧，其實都唔係屬於地方嚟照顧，都係屬於北京嘅呢個惠樹區嘅人嚟照顧，所以佢嘅即係話。佢點解講到咁詳細？譬如話去香港有3部車去接呢個人啊，點咩車啊？咁啊，其實就即係要講明，即係佢唔係喺周邊睇到嘅或者聽到嘅，應該係即係佢自己親身去參與。好似有啲人，所以就講得好詳細。所以佢唔係話矛盾啦，唔係佢好 make sense 嘅呢個。好犀利喎咁。咁啊，盛雪呢一個嘅 post 咧，其實佢個瀏覽量 view 數咧係已經達到過百萬幾百萬㗎啦。咁啊，同佢平時嗰啲 post 係爭好遠嘅。咁佢覺得咧，今次呢件事咧引起廣泛嘅關注咧並唔尋常嘅。佢就覺得咧，如果冇一種推動嘅力量咧，其實係好難喺國內咧引起咁持續嘅嗰個熱度㗎。咁佢就話咧，雖然即係以前都有譬如唔同嘅熱點新聞啦，譬如係巴拿馬文件揭露中共高層家族嘅財富嘅案例啦，但係都未有試過好似楊蘭蘭呢件事咧引起咁高度關注嘅。咁呢件事咧之所以特別咧，係因為佢揭示咗中共核心家族延續幾代嘅嗰個財富同埋權力，同中國當前經濟下滑啊、後生仔失業啊、民眾嘅生活困苦咧，形成咗一個鮮明嘅對比啊。咁佢認為咧，呢一個正正係好多人感到憤怒同埋絕望嘅原因嘅。事實上，我想問咧，習近平即係唔係喺北京咩？咁點解即係佢阿媽要去咗深圳？係呢個咧係咩咧？係嗰個邊個啊？習仲勳係習仲勳嘅選擇嚟嘅，即係習近平佢老豆。習仲勳咧你知道文革之前俾毛澤東打倒啦，打倒之後咧佢就78年就出翻嚟嘅。但係78年嗰時咧就胡耀邦嗰班人咧就將佢平反或者平反出翻嚟。咁啊，習仲勳一出嚟之後，第一個職務係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嘅第一書記。咁啊，就喺78年嗰一年，佢嚟到廣東之後咧，佢就你知道好有意思嘅，佢就周圍睇啦。咁啊，去到深圳。嗰時仲未叫深圳嘅，叫寶安縣。寶安深圳寶安嗰度。寶安縣咁啊，佢去到呢度咧，佢就發覺冇人啊，尤其冇年青人，佢就問當地講嗰啲縣委啊嗰啲人咯，就話：呢度點解冇人耕田嘅？咁即係冇晒年青人都去咗邊度？嗰啲人就唔好意思佢，就一半啦，就話呢啲人咧全部去咗香港啦，咁啊即係點解去到香港咧？點解唔即係安心工作啊？走咗去資本主義咁樣，嗰啲人就話，因為呢邊咧冇嘢做，嗰邊有嘢做，有工作。咁啊佢就諗一下，佢就話：可唔可以咧同啲香港商人講，就冇喺嗰邊設廠，喺呢邊設廠咧，咁樣就大家咪喺呢度工作，咪幾好。咁啊嗰啲人就唔知點同佢講，因為你係資本主義嘅呢啲嘢啊嘛，咁即係嗰時就比較有意思。咁啊，最早嘅呢個 idea 提出係原來係佢嚟嘅。咁啊佢就講
咁啊，不如喺深圳，深圳係一個好細嘅地方，嗰度整幾條街咁樣，即係俾啲人設立工廠，整個好似特別嘅地方，可以香港人又可以過嚟，咁即係講啲其實就係深圳最開始嘅呢樣嘢，所以佢就寫咗一個報告俾咗鄧小平，咁啊鄧小平後尾批咗，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即係所以習近平其實好不滿呢件事嘅，即係習近平講啊，即係人哋話咩一個老人用手畫一圈就變成一個深圳啊嘛，即係喺講緊佢爸爸講鄧小平噶嘛，佢就唔中意咁啊，即係其實係咩？就係嗰個爸爸係啦做嘅，唔係鄧小平。係，所以但係呢件事咧都唔咧要講恩怨啊，鄧家同習家恩怨好多，以後有機會先講。但係佢咧。就係佢爸爸之後好快隨79年就調咗去北京嘅，去咗北京做咗中央辦公廳嘅主任，咁啊做咗政治局委員，即係都權係好大，即係上邊10幾個最大嗰啲人啦。咁啊，所以咧就喺胡耀邦落台同埋趙紫陽呢幾件事上邊咧，習仲勳就冇支持到鄧小平嘅，佢唔支持鄧小平，咁啊佢就比較反對，尤其係胡耀邦落台嗰一件事上邊啦，所以即係鄧小平嘅陳文啦，即係其他嗰啲元老就唔中意佢，唔中意佢就即係佢索性就佢就唔做啦，佢就翻咗喺深圳就整咗一塊地。就喺南山區嗰邊嘅，其實即係全都係佢屋企人住嘅，嗰個叫做蘭苑，蘭花嘅蘭苑，有好多棵好大嘅榕樹，所以習近平好中意榕樹。嗰時廣州官員咪斬榕樹，俾佢炒咗好多人嘅，但係據説同呢一件事有關嘅。咁啊，因為佢喺福建嗰啲榕樹都好犀利啊，榕樹都好多。即係佢中意嗰個榕樹嘅，所以齊心就係深圳啦。齊心都係深圳。係啊，佢老豆習仲勳一路都喺深圳嘅，佢死都喺深圳。咁齊呢個楊蘭蘭咁，佢去咗深圳去探呢個齊心嘅話，如果真嘅話咧，咁咪即係證實咗啲嘢咯。係咯，而且係蘭蘭啊嘛，蘭苑嚟噶嘛，你叫做所以呢個即係俾人哋即係溝咗，即係佢一定佢唔會住喺北京嘅，一定住喺深圳嘅。咁但係呢件事曝光嘅話，咁意味住啲咩咧？其實而家最緊要嘅係咩咧？最緊要嘅係而家嘅中共嘅政治權力鬥爭，而家最犀利，大家都睇到有眼睇嘅。一陣間我哋講呢個官員落馬，嗰個將軍落馬，落一大批。嗱，你睇佢就唔同派系嘅，有啲係習近平自己人，譬如話苗華嗰批人，你一睇就知係佢嘅人嚟嘅。有啲又唔係喎，係其他派系嘅人我又落，即係所以係變成你來我往，即係大家都會喺度係權鬥嚟嘅，即係鬥得好犀利。所以權鬥嗰時咧，你要知道而家就係我哋講啊，即係8月2號到10幾號，即係前幾日啱啱就喺北大河度假嗰個，其實佢哋要喺嗰度有個妥協，有個開會，就準備4中全會。4中全會主要傾乜嘢？4中全會要傾21大點樣安排，即係習近平本人係咪繼續呢個連任？如果佢唔連任，係邊個上嚟？邊個頂個位接班？但係你知道一接班就唔係一個人，因為而家習近平下邊嗰啲人。全部都係70幾歲，因為全部都係50後，50後之後全部都係70幾啦，已經即係全部。所以咧呢批人大部分可能要換，所以就你因為常委正國級或者上一批喎，冇話上一批啊，上3個5個，大家打到頭都破啦。即係下邊嗰啲政治局委員咧，仲有下邊嗰啲人，你一旦你去到副國級。正國級、副國級嗰一批人，你可以自己揀自己嘅班子嘅，
自己減自己人馬嘅，即係會好多嘅嗰啲內部嘅爭奪就開始嘅。所以喺而家呢個時候開始，咁啊當然啦，大家就會做好多細啲嘢做一啲輿論上邊有啲嘢啊。譬如話你而家我哋幾個人喺度傾緊嗰時，突然間話你講呢個又唔得。點解咧？因為佢嘅親戚喺澳洲發生一件咩事，可能就衰咗啦。即係大家睇到一諗係算啦，呢個人就冇入嚟啦。咁啊，你就出告係咪？即係另外一回事。但係呢一件事咧，就即係講係下邊嘅人係咁樣，但係而家睇起嚟即係矛盾咧。即係嗰個焦點係對準習近平，對準習近平其實就有可能即係對，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你大佬你冇連任啦，你快啲落去啦！即係主要而家最焦點當然都係呢個問題。我想問，因為上一集我哋講楊蘭蘭嘅時候咧，當時冇太多實質嘅證據啦，但係 feel 到風向咧指向習近平。當時唔係話就係俾壓力習近平嘅。咁而家如果真係證實到楊蘭蘭同習近平真係有關啦，然後咧將呢個關係越嚟越揭露得多，係咪對習近平嘅壓力越嚟越大，或者係即係注定咗佢就一定要出局㗎啦？係當然，如果呢個問題係到一定程度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唔係指向習近平啦，已經係指向共產黨啦。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程度嘅問題。如果俾呢一條料啊，呢樣嘢爆到大家嘈到好犀利嗰時咧，其實冇人話係習近平咩嘅，一定係共產黨係咩？你呢個制度係咁樣嘅，一定就變，所以佢一定要控制，即係又俾你諗可能係呢個人又知道，其實就係又有意放風，但係又要控制，又要收住，所以呢樣嘢咧就難度好高啊！即係共產黨咧又好有信心嘅，佢又可以放又可以收嘅，因為佢好犀利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而家嚟緊要講嘅。咁呢件事咧，即係喺網絡上高引發嘅呢一種海嘯啦。表面上係因為4個因素同時被佔據咧，即係美女年輕啦、天降財富啦、紅色權貴啦，仲有最刺眼嘅咁就係習近平家族啦。呢4個要素係拍埋一齊嘅，加上呢個發酵嘅時間，正好啱啱喺頭先石 Sir 講嘅呢個北大河事件期間啦。呢個時間點係呢個會議嘅呢個時間點咧，先至引爆咗呢個輿論嘅海嘯啦。咁但係詭異之處咧，係喺平日出呢啲事咧，中共肯定係遮得嚴實嘅，即係好密實嘅，冚得好實嘅。但係呢件事出嚟咧，就好似係即係背後有推手喺度推緊嘅。咁中國嘅媒體同社交平台咧，亦都出現咗對此事嘅報導嘅。咁就交俾阿 Zack 講呢件事出現嘅幾個反常嘅方面嘅。咁第一個好反常嘅關鍵咧，就係嗰個時機太反常啦。就係咧，因為呢一件事其實喺7月26號咧發生嘅呢個車禍，但係咧輿論爆發點咧係8月9號咧先大規模咁樣炒作嘅。咁啊，呢個咧正就係中共高層喺北大河默會嘅嗰個敏感嘅嗰個時間點啦。咁外界普遍就認為咧，就係今年北大河嘅焦點咧，就係習近平咧。好似阿石 Sir 咁講，喺27年嘅時候，可唔可以繼續掌權，或者軍頭張又俠咧？佢仲有一啲就係紅二代啊，已經傳出咧以兵議政嘅點嘅議政係啦。咁啊，甚即係其實就係兵諫，就係攞住槍桿子話你我都想講嘢啊，咁即係話係啦，甚至咧就想攞翻咧一啲部分嘅軍權啊，去進行商議啊，或者係交代即係點樣接班嘅問題啦。咁喺呢個 moment 咧，呢一個傳聞直指習近平嘅家族嘅一個神秘女仔啦，突然間被曝光，而且消息咧仲可以突破中共喺網絡嘅嗰個封鎖，即係可以喺呢個場內咁樣發酵咧，就好似打咗習近平一槍咁樣噶。呢個就係第一個關鍵點啦。咁第二個關鍵點咧就係咧，呢個內容咧太容易令人產生聯想啦。點解咁講咧？因為網上傳言話就2700億澳元嘅存款啦。當然呢個其實唔係萬幾億人民幣。其實呢個係啦，呢個太誇張啦。有好多人都證實咗唔係，但係呢個數字雖然聽落去好誇張啦，但係咧
對於中國老百姓嚟講咧，基本上佢哋一聽，本能就會相信咗一件事㗎啦。哇！一個因為呢個最重要係中共嘅頂級嘅嗰啲家族真係有咁多錢，真係上萬億嘅。曾經有人即係同我哋講嘛，馬雲喺中國1000名1000都入唔到啊！哦，哇！排1000名嘅最有錢嘅人，佢都入唔到去嘅。你知道馬雲已經係即係做咗幾年中國首富㗎嘛？即係即係明白佢哋講乜嘢啦。即係有好多隱藏嘅呢個財富啊！你諗下一個23歲嘅女仔咧，佢又冇開公司，又冇咩產業，但係可以喺澳洲咧開勞斯萊斯啊，又或者係住頂層嘅嗰個豪宅啊，呢一個咧就係俾人講成係天龍人嘅。天龍人係啦，呢一啲細節咧同中國人對紅色家族後代嘅想像咧，係完全咧令人即係 relatable 嘅。係啊，咁我補充一下啦。咁 in case 大家唔知咩叫天龍人啊，咁啊天龍人呢個詞咧，最初係源自於日本嘅漫畫《海賊王》。咁漫畫當中有一個種族咧，就叫做天龍族，佢哋就享有特權嘅，係世界貴族嘅，可以隨意奴役別其他人啦。咁佢哋嘅眼當中咧，就即係睇唔起所有人，係即係啦，即係係啊，肆意妄為嘅。咁因為特權咧唔受任何懲罰嘅，喺天龍族嘅眼當中咧，佢哋先至係造物主嘅後裔，優越同埋至高無上，咁係常態嚟嘅。咁其他人覺得唔平等啦，被奴役，咁係唔啱噶嘛。於是咧，呢個網友咧就即中國嘅網友咧就好自然就將中共嘅紅二代啦、紅三代咧稱為天龍人啦。咁因為佢哋咧係因為呢個父輩嘅權力而擁有數唔清嘅呢個財富啦，而且佢哋係高高在上嘅，覺得自己嘅特權係與生俱來嘅。咁係不容置疑嘅，咁佢哋同呢個漫畫故事當中天龍族咧好相似嘅。咁對於呢啲細節咧，同中國人對於紅色家族後代嘅想像完全係 match 得到嘅。而且再加上習近平家族咧，早就有移民投資喺澳洲嘅呢啲蛛絲馬跡啦，譬如話二姐呢個齊安安姐夫啊，吳龍啦，仲有表兄啦，呢啲即係其實都係被出邊報導過嘅。係啦。咁啊，第三個最反常嘅關鍵點咧，就係官方嘅反應咧，好詭異啊。咁啊，按道理嚟講咧，如果咧我有一個普通嘅富二代，其實澳洲警方咧完全可以行出嚟咧開記者會澄清，中國國內媒體都可以立即出嚟闢謠啊。係啦，但係咧呢一個咧，其實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中國同中共同埋澳洲咧兩邊咧都係選擇咗沉默嘅，係啦。咁啊，澳洲法院咧即係否認咗天價保釋金嘅啫，而中國方面喺輿論呢一個即係爆發咗之後咧，就再開始大規模咧就係 delete post 嘅封殺關鍵詞，甚至咧央視咧就仲用講笑嘅方式咧去模糊焦點。咁呢一種咧其實即係好似此地無銀三百兩嘅操作咧，反而令到呢個輿論咧覺得咧就係楊蘭蘭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嘅，佢嘅背後咧一定係同北京最高層有關嘅。因為中共咧其實係好清楚咧點樣製造輿論或者點樣去冚住輿論嘅。即係你睇下中共對呢個退黨啦，海外爆發4億幾人嘅退黨潮，從來都唔報導，因為佢知道咧佢越報導點樣報導咧都係越描越黑，而且仲喺度宣傳緊。係啊，仲有一個疑點啦，就係呢個7000萬嘅保釋金啊，雖然喺澳洲司法系統澄清啦，咁楊蘭蘭唔需要支付任何嘅保釋金。但係其實更加詭異，一般保釋條件咧係嫌犯啦、律師出面，最後傾掂佢嘅。我哋對比一個類似嘅案例，同樣發生喺今年嘅，咁啊麻煩即係show 一 show 嘅影片出嚟嚇。咁一名澳洲富豪咧，亦都係用同樣，亦都係由於呢個醉酒駕。A wealthy Australian man. 呢個律師提出嘅保釋條件咧，就包括咗較高額嘅保釋金。喺2025年嘅即係今年啦嚇，咁澳洲醫生呢個叫做呢個 Dr. Bellinger，因為酒駕啦，咁撞上咗一架 Uber，咁就導致咗車上嘅呢個24歲嘅呢個 PS 嘅女士咧就喪生嘅。咁 Uber 司機咧亦都重傷嘅。於是咧
警方就起訴 Dr. Bellinger 就涉嫌酒後駕駛啦，同埋其他人死亡嘅。咁 Bellinger 嘅律師咧就提出咗100萬澳幣嘅保釋金，就請求法庭允許佢保釋再加候審，但係咧呢個檢控官咧就反對保釋，理由係被告擁有財富就令到佢潛逃嘅風險好高，任何保釋條件都冇辦法降低呢一種風險嘅。檢察官咧之所以咁樣講，係由於 Bellinger 嘅爸爸係一位億萬富豪，咁就驚 Bellinger 咧係棄保潛逃，繼續享受佢嘅二世祖嘅奢華人生啦。咁有意思嘅就係喺今年楊蘭蘭咧都係酒後駕駛啦。令到人重傷啦，又係違章逆行啦，而佢嘅涉罪情節咧同 Bellinger 好相似，亦都非常之惡劣啦，而且楊蘭蘭仲面對多一條控罪，就係拒絕酒精測試嘅。冇錯，咁呢個楊蘭蘭咧好有錢啦，淨係齋講2架限量版嘅 Rolls-Royce 嘅呢個豪車啦，同埋擁有呢個私人保鏢啦、豪宅啦呢啲嘅條件上高睇啦。咁佢嘅富有程度咧，就只會喺 Bellinger 之上嘅。麻煩阿 Jack 都睇睇嗰個呢條片啦嚇。咁呢個係呢個係楊蘭蘭撞車嗰下。嗱，你見到佢係逆行㗎，即係直接就咁2架車就咁撞上去啦，咁導致咗嗰個司機係重傷㗎嚇。咁而楊蘭蘭嘅富有程度咧，一定係喺 Bellinger 之上，而唔係在佢旗下嘅。咁睇上去，檢控方反對 Dr. Bellinger 保釋嘅理由放喺楊蘭蘭身上啦，亦都完全適用嘅。但係楊蘭蘭唔單止獲得咗保釋成功，而且唔使交保釋金，所以呢個當中一定有一啲大眾唔知道嘅原因，令到澳洲警方認為佢幾乎冇前途嘅風險啦。而且你連國籍都唔講。係啦，冇錯啦，佢亦都人哋問佢，即係佢咩國籍？呢個同本案無關，冇錯啦，完全冇。其實佢唔講，我哋就知係咩回事啦。如果因為問呢個問題問得好啊，好簡單一個問題，其實知道你咩態度。其實我哋大比例或者係俾我哋一個估計。應該係99%，佢係邊個國家國籍？我一睇，我哋大家都知啊。如果好似話咩台灣楊正雄啊嗰啲咩攞出嚟講嘅，使乜冚住佢啊？係嘛？冇錯咁。而且根本就冇楊正雄呢個咩財團，呢個根本就詐冒之人啊。係啊，其實喺嗰個出庭嗰一日咧，好多中國人，好多華人係澳洲嘅華人。好多澳洲嘅華人嘅媒體全部湧晒過去嗰個法庭嗰度啦，排長龍嘅咁樣。咁由傳聞當中嘅7000萬嘅澳幣啦，保釋金至到0保釋金，呢個轉彎如此之大啦，反而引起咗新嘅疑點。喺澳洲同類案件唔需要保釋金，咁楊蘭蘭點解可以以0保釋金保出嚟咧？佢只係一個23歲嘅社會 freshman。咁關鍵唔係喺佢身上啦，而係佢嘅擔保人身上。請問邊個係楊蘭蘭嘅擔保人呢？點解佢一出馬就能夠抵萬金，而令到警方相信楊蘭蘭就唔會逃走呢？呢個應該要持續關注嘅。冇錯。咁我覺得當中咧，其實有2個概念嘅。一個咧就係呢一個人咧，就係最後係0保釋金啦。咁佢肯定咧就唔係一般嘅省部級或者係副國級嘅人可以控制到外國政府嘅呢一樣嘢嘅。冇錯。係啦。咁但係第二個概念咧就係一開始嘅7000萬澳元，呢個數字咧係一個誇張嘅數字，即係啱啱Ingrid 舉嘅前面嗰個例子，佢都係100萬澳紙嘅。呢一個7000萬咧，其實係中國國內咧，好似係有意傳出嚟㗎，係咪啊？冇錯。最先爆出呢個2700億身家同埋7000萬保釋金嘅，並非嚟自於澳洲嘅媒體，而係嚟自中國嘅搜狐網上高喺8月6號嘅一則消息嘅。本來呢件事嘅敏感程度足以令到中國嘅網警封殺㗎啦。咁但係點解會由中國傳出嚟咧？跟住咧仲詭異嘅就係8月9號咧，就係澳洲一個
表面上嗰個澳洲係一個媒體啦，咁但係伺服器咧就係嚟自中國嘅。咁中國而且係中文嘅媒體。係啦，佢寫住中文，但係佢係澳大利亞咩海報啊嘛。係啦。咁中國似乎就有啲咩力量係有意咁樣做嘅喎。係啦，咁仲有另外一個爆料咧，就係背後咧都係直接指阿習近平家族㗎，就係話楊蘭蘭家族咧係經營鐵礦石嘅生意啦，同中國國有鋼鐵公司中鋼集團關係咧就好好啊。咁爆料當中就話啦，呢個鐵礦石嘅生意圈嘅人咧，每一年咧都會喺澳洲嘅西邊咧舉行聚會㗎。咁佢哋賺錢嘅方法咧就係賣配額。咁呢度嘅配額咧，可能指咧就係中國商務部針對澳洲鐵礦石嘅嗰個入口嘅配額嚟㗎，亦即係指政府嘅批文。咁呢一種批文嘅倒賣咧，大陸就係叫做官倒啦，就係話官方背景嘅倒賣嘅一個投機者㗎。咁啊係要接近嗰個權力核心嘅階層咧，先可以即係做呢啲大生意嘅。咁1990年代嘅嗰個80年代。 80年代係80年，冇錯。1980年代嘅官倒嘅第一個人咧，就係鄧小平嘅大仔鄧樸方。咁喺中國能夠倒賣中央政府嘅批文咧，其實係要非常接近權力核心階層嘅家庭㗎。咁通常咧都係政治局委員級別以上嘅家庭嚟㗎。咁啊，請問咧，即係如果呢件事真係發生嘅話咧，究竟邊一個級別嘅家庭有直接親屬喺澳洲咧？咁其實咧而家知道咧有2個級別嘅紅色家族咧係擁有澳洲公民身份或者永久居民身份嘅2個家族㗎。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前任國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家族。咁曾慶紅嘅仔咧曾偉咧同佢嘅即係新抱啦，蔣梅夫婦。咁咧佢哋2個仔2007年咧，至到2008年咧就移民咗去澳洲，並且喺悉尼咧就買咗一套價值3240萬澳元嘅豪宅啦。咁當時被曝光之後咧都轟動一時㗎。不過咧佢咧呢一個曾慶紅家族咧就冇辦法同另一個比較啦。因為另外一個咧，咁當然就係現任嘅國家主席啊，黨嘅總書記習近平家族啦。咁啊麻煩阿 Zack show 習近平嘅家譜啦嚇。咁呢個我哋可以睇到啦，習近平嘅大家姐啊，咁就係二家姐，先係大家姐嚇，呢個齊喬喬啦。咁佢本身都係呢個中信即係中信嘅呢個中民信房地產董事長。咁佢嘅先生咧，即係鄧家貴啦，咁就亦都係加拿大籍嚟嘅。咁呢個大家姐都係加拿大籍。二家姐咧就澳洲嘅永久居民，咁就即係佢同佢家姐都叫齊喬喬、齊安安啊，咁啊楊蘭蘭啊都好似喎。咁跟住佢老公咧亦都係呢個叫吳龍噶澳洲永久居民啦。咁跟住咧佢嘅細佬啦，咁細佬係習遠平，咁就澳洲嘅永久居民啦，咁亦都曾經係高官啦。咁跟住佢個女咧，咁當然就係擁有呢個綠卡噶啦。咁其實即係由成個家族咁樣去睇咧，同澳洲相關係最多嘅。咁咧喺呢個即係由人數上高嚟講咧，習近平家族移民澳大利亞咧就最多噶啦。即係對比曾慶紅，對比曾慶紅嚟講咧就多啦。咁而且咧，仲有係喺2012年習近平接班之前咧，佢嘅屋企人就已經係喺澳大利亞從事鐵礦石生意同埋房地產生意啦。咁2019年有好多嘅西方主流媒體報道咧，除咗習近平嘅直接家族成員咧，佢嘅表弟齊明亦都喺澳洲經營呢個獨家嘅一個廠，一個工廠啦，喺悉尼賭場賭場OK。咁咧佢喺悉尼同埋墨爾本咧都有高端嘅豪宅嘅，咁生意亦都做到風生水起嘅。咁因為賭場咧係好常見嘅跨境使錢嘅途徑啦，所以2019年習近平嘅表弟齊明咧仲係俾澳洲政府調查過。要留意啦，齊明都係澳洲嘅公民啦，呢啲跡象咧都表明啦，澳洲似乎係習
習近平家族海外經營嘅主要嘅基地嚟嘅。嗯，咁當然啦，咁就即係有一樣嘢，頭先我提一提咧，就係齊喬、齊安安都係疊字嚟嘅。咁中共官場上高有好多官二代、官三子都係疊字嚟嘅。據說咧，中共高層如果同個仔女取疊字嘅名，都係希望個細路咧可以遠離政治鬥爭，藉此可以減少被政敵針對嘅風險啦。好似波瓜瓜啊、毛澤東嘅曾孫啊、毛東東啊、李富春嘅女兒李特特啊，好奇怪嘅名。咁啊，宋彬彬啊，宋彬彬係啊，咁啊羅瑞卿嘅女啊羅了了，咁好多呢啲嘢喎，咁。根據統計咧，中共嘅8大元老當中咧，至少有19個家庭為後代取疊字嘅名，總數超過30人嘅。咁2016年 BBC 嘅報導咧，曾經指出啦，習近平發起反腐運動之後咧，由2012年起曾經要求佢嘅屋企人退出呢個商圈嘅，唔好同佢惹麻煩。於是咧，習近平嘅家姐齊喬係啦，齊喬同埋姐夫就鄧家貴喺2012年就關閉咗3家嘅離岸公司。咁當然亦都有可能係只係名義上退出，跟住生意交俾關係人作為打理啦。咁齊喬同埋鄧家貴咧，作為實際嘅控制人，匿喺幕後都有可能嘅。咁翻嚟今日嘅事故咧，爆料當中咧就話楊蘭蘭嘅家庭以前係做鐵礦石嘅生意啊，重點係以前同習近平家族喺澳洲經營嘅時間上高咧係大致吻合嘅。咁正常情況之下咧，中共嘅宣傳同網管咧，佢哋立即刪除呢啲消息啦。今次反而就俾佢傳播啦。咁同埋而且呢件事咧喺呢個習近平嘅反腐嘅呢一個嘅形象上高，似乎就好大影響咯。係冇錯。Sir， 你點睇呢件事啊？哇！呢個當然呢一件事咧就係。我哋頭先已經講過，我就認為好有可能係，即係而家喺中國大陸係政治好敏感嘅一個時期。係一個時期。呢個時期咧就係大家對打。咁因為其實習近平啊，雖然佢權力好大，但係佢個人嘅權威上邊，佢完全冇辦法同毛澤東比較。但係佢想做一個毛澤東咁樣嘅一個人物，但係佢做唔到嘅，因為毛澤東啊唔單止係佢有權力而且佢有個人嘅權威，即係人哋係對佢係真係迷信嘅。話我哋細個嗰時連講呢個毛主席要死可能會死，我哋都唔敢講嘅。你知道係啊，啲人咁啊，我記得嘛，嗰時咪學毛主席嘅書嗰啲唔係毛澤東有一個為人民服務啊，人固有一死。咁啊，個個人就問老師咩叫固有一死啊？咁啊，所有人都會死嘅。咁啊，嗰個人就話阿毛會唔會？哇！嚇到嗰個先生啊，即係毛主席都會死咧，因為嗰個係心理壓力嚟嘅。壓力講毛主席嘅壞話，你要冚埋個被啊，冚好多層先至喺自己同自己講一句。咁恐怖。係啊，所以你諗下，而點可以同而家比較？習近平咧，大家喺飲酒，而家喺中國大陸飲酒啊、食飯啊，屋企人，如果你唔係官方、唔係高官嘅話，全部都係公開鬧佢嘅。即係所以佢而家根本佢係做唔到呢樣嘢。所以佢而家其實即係打擊嘅就係呢樣嘢，因為佢靠咩？青年反腐敗啊，呢樣嗰樣，佢因為佢而家已經係影響到好多高官家族同埋中國有錢人嗰班人、權貴嗰班人嘅利益啊，咁啊而家咧通過呢一件事咧，再打擊佢嘅威信，喺平常即係所有普通人老百姓心裏邊嘅威信，呢樣嘢好重要。尤其係呢個最敏感嘅時期，最好佢。加埋佢身體唔好，其實諗，算數啦，唔好搞啦，搞咁多嘢。其實啲人會覺得，即係
佢治理唔好都唔緊要啦，咁至少都仲出青年啊咁樣。係啊。咁而家嘅呢個 moment 就係連青年都冇啦，冇即係最尾一塊布已經冇晒㗎啦。咁可能就即係可能係即係令到民憤更加激起嗰個民憤啦。共產黨係咁樣嘅，因為你知道習近平一上嚟講咩8項規定你又呢個人違反中央8項規定，18大之後繼續乜頂風作案，又收錢又呢樣嗰樣，你大家有冇好少人去睇乜嘢係8項規定？真係喎，從來都乜嘢係8項規定？8項規定冇話去唔可以貪污收錢嘅。係咩？係啊，唔同嗰啲冇關嘅。8項規定，因為嗰啲不嬲都係違法，使乜規定嘅啫，係咪啫？呢啲嘢，即係好，即係我而家規定唔准殺人，咁即係其實好奇怪嘅一個規定嚟嘅，即係話你以前係可以隨便殺人啦，咁啫。而佢8項規定，你自己仔細去睇，主要講領導幹部，尤其係高級幹部嘅即係做行事嘅方法譬如話出行唔可以動員好多人去歡迎，就唔可以表現佢自己嘅權威，開會嗰時要簡單，唔好講廢話咁多。其實8項規定係講呢啲嘢嚟嘅，即係話，其實啲官員全部都係有呢啲毛病。冇錯，而家問題係你習近平講呢個違反8項規定，你自己全部都係咁樣，因為我中國歷史上面從嚟未見過一個領導人出行嗰時會有習近平咁大嘅規模嘅，一大幾百人出外國，包幾個5星酒店，將全部家私換晒佢，咁呢個全部係佢做嘅嘢啦。哇！呢一次去西藏，由呢個機場一路排歡迎嘅人排到市區，我諗起碼都要動員幾萬人嘅，你知唔知？但係幾萬人，你知道拉撒幾多人口啊？80萬人。哇！你幾萬人，即係差唔多10個人裏邊有兩個人要去嘅咧，即係好犀利啊！即係所以有冇人比佢仲犀利啊？冇啊！即係共產黨佢玩完㗎啦。佢哋呢班人玩完。最近唔係話即係有收到風啊，胡力任收到風話，即係佢病重嘛。咁點解佢又出現咗喺呢個西藏？呢個係兩件事。我哋估佢病重，我問咗阿胡生嘅，胡力任話嘅意思話，習近平有頑疾，點講啊？有頑固嘅頑疾係，即係佢有好多種病，咁呢一種病就溝嗰種病，咁就好難醫嘅。你醫咗呢種病，嗰種病就有問題。譬如話腎病同埋呢個高血壓之間就有呢個關係嘅，所以佢有好多種溝埋一齊，即係唔知道點樣做。所以就3個專家，即係揾嗰3個唔同嘅專家就過去咧，就要做一個治療方案，點樣做？即係話咧，係而家可以維持咁嘅意思。但係後邊點樣做咁啊？當然即係，但係俾我睇起嚟，我當然覺得佢病危啦。如果真係我生呢啲病，一定係病危。不過呢次咧比較有意思嘅，呢一次習近平去西藏。我同幾個朋友一齊研究，佢係臨時嘅，係嘛？佢係臨時去西藏，佢唔係之前唔係即係唔係排定，佢一定要去，因為西藏呢一次嘅自治區成立60週年啊，係唔係一個好重要？雖然係逢實，你知道上一次先至重要。上一次係50週年係先至重要，50週年係俞正聲去，即係政協主席。再之前咧係嗰個40週年咧係賈慶林都係政協主席啊。再向前咧都係國務院嘅副總理去，咁即係而家升級副總理。咁政國級，但係政協主席嚇，
咁啊，其實呢一次就係王滬寧去嘅，所以所有嘅發言稿、所有嘅程序排定嘅所有嘢，即係慶祝呢個紀念嘅60週年，都係王滬寧。王滬寧發言，王滬寧送牌匾，王滬寧表彰邊個，即係習近平去咗咧。其實佢係雖然中央電視台報導，佢見咗呢個，見咗嗰個，見咗呢個，但係全部都唔係睇起嚟都唔係正式安排，之前就安排嘅。唔怪之佢好似好少鏡頭，好少鏡頭呢樣嘢都有講法嘅，有分析嘅，因為你知道。做媒體啊，中國大陸做媒體，每一個領導人俾幾多秒鐘，單獨嘅秒鐘係有講究嘅。係省委書記係5秒鐘，省長副書記係4秒鐘。所以你全部升嘅，你升到呢個習近平呢個級別啊，你要俾一個人單獨出嚟嗰時，你要俾佢15秒到20秒先至得嘅，所以你睇呢一次所有習近平嘅鏡頭都係3秒鐘左右。點解咧？係，所以好多人就講啦，呢個係咪真係佢咧？另外一個咧都有可能，因為你俾多你正面啊，俾多咧，俾人哋可以 cut 到最清晰嘅，去睇相嘅。你知道你有咩病嘅，你呢度腫嗰度咩顏色？雖然佢化妝啊，即係所以佢當然仲有一樣嘢，你同身邊人嘅比例可以睇到嘅，即係你譬如話有個人生得好似我，但係身材唔一定似我啊，唔即係叫比較起嚟就比較麻煩，好容易俾人係啦煲咁樣。係啦。係咪仲有一個可能性？聽過有一個分析係同身體都可能有關。係啊，冇錯。最後一個好重要就係，因為佢身體可能有問題，因為你睇佢行路，即係行到唔係一個正常嘅行路。或者咩，但係點講都好啦，我一定要講，如果一個人，尤其係70歲嘅人，可以由海邊飛機飛去西藏，其實講咧，佢身體起碼喺呢個時間係好好。OK， 係唔係好，即係話呢個階段，起碼佢係冇病。因為西藏好，即係如果你去到嗰度，其實個高原反應都好勁咁。係啊，你有少少嘅唔妥，可能去到高原啦，會爆發。所以其實係好危險嘅。其實佢會唔會係特登咁樣做咧？即係夾硬撐過去，證明自己好叻啊咁樣。係啊，就係有呢一種可能。佢都見呢個軍方啊，但係你即係好多人都而家睇軍方，除咗一個軍委委員張升文，佢係按照陪政協主席要去呢個西藏嗰個場嗰個紀念嗰個場合。佢一定要去嘅，規定佢要去。其他軍方嘅大佬全部都冇去。西部軍區、西藏軍區呢個司令啊，呢啲人都冇去，只係去咗一個人，西藏軍區嘅政委。西部戰區嘅司令、西藏軍區嘅司令全部都冇去。咦？所以即係有人講，即係揸實權嘅嗰啲冇去到。係啊，所以話因為西部戰區係呢個張又俠嘅地盤啊嘛。所以而家即係大家就分析啦，咩回事啊？邊個點解呢個人唔去啊？因為佢係見咗軍隊嘅人。話係上校以上嘅軍官即係坐喺嗰度。其實嗰啲人咧，高級嘅將軍級嘅其實好少，所以呢個好奇怪呢樣嘢。咁有冇可能習近平係被逼去啊？都有可能安排佢去一下，因為佢唔去咧，即係大家會斷估啊嘛，估呢個北大河有咩事啊？習近平又俾人可能佢哋成日都睇你嘅節目石生講咗啦，我哋不對，冇咁犀利，因為呢個唔係一個人講，因為你知道中共呢個制度咧，唔單止係海外，唔單止我哋要睇啊。中共呢個制度，因為佢不透明、保密，所有嘅制度保密，佢唔單止係對
階級敵人、境外勢力係保密嘅，佢自己人都保密嘅。所以你自己升官啊，你下邊嗰啲咩院長啊、市長啊，你想升嗰時，你點升啊？你知唔知上邊發生乜嘢？你唔知㗎。係。你知唔知邊個打邊個啦？呢個官員、省委呢個人係邊個條線嘅咧？你唔知㗎。你以為升官就揾一個高官買通佢就搞掂啦？你買通咗買錯咗，你死啊！佢落馬嗰時，你係扯埋一齊死嘅。所以其實好敏感嘅。嗰批人係當然要睇我哋節目啦，但係好重要嘅。就係睇《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嘅呢啲報導，邊個人俾幾秒鐘，邊個人同邊個企得近，邊個人講説話嗰時，兩個唔同嘅字，呢個人講呢個字，嗰個人出嚟就講嗰個字，就其實證明兩個人係唔同線，係同邊個有線有關嘅。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啊，所以我見到啊，即係有啲中共啲官員成世都係咁樣做，所以佢每日都要買《人民日報》，就喺第一版同埋第二版、第三版呢3個版睇得好仔細，攞個筆全部畫晒出嚟。呢個人講呢句説話，嗰個人講呢句説話，咁啊，佢有時話你睇發生嘢啦，好重要。乜我哋細嗰時睇乜嘢啊？完全都係共產黨講嗰啲説話，但係佢可以睇出嚟，我哋睇唔出嚟。咁啊係，所以呢啲嘢好重要。所以中宣部點解咁重要？就係因為你不唔同嘅嘢，就向黨內嘅幹部透露咗唔同嘅政治嘅消息。哇！所以呢樣嘢咧，點解喺海外？你以為美國嗰啲中央情報局嗰啲專家睇乜鬼嘢？就睇呢啲嘢㗎啦。哇！即係我聽佢嚟，其實就係黐線嘅人睇黐線嘅嘢咁樣。不過我想講翻楊蘭蘭呢單案咧，其實我幾日喺度諗咧，即係依個人咧就牽涉咗習近平啦，無論係真定假，總之風向都指向佢。咁然後我又睇翻嗰個閉路電視咧，其實楊蘭蘭嗰次撞車咧，佢逆線行車醉駕啦。咁佢醉駕，即係依樣嘢有冇可能係人為嘅咧？即係有冇可能特登做出嚟嘅咧？但我自己覺得，如果唔係人為嘅話，咁睇嚟好似係特登整定，然後再有即係依件事偶然發生咗，然後咧再後邊有想反襲嘅勢力，特登再即係點火啊嘛。係啊，我覺得係後邊一種。因為嗰個咧，如果人為嘅，因為佢車上面一個人，佢飲咗酒，佢行到人哋車道嗰度撞咗人哋，咁啊有啲朋友話，點解咁嗰個攝影機啊，啱啱好拍到啦咁撞，咁啊我自己感覺啊，呢個係你安排都安排唔到嘅。你知道我話呢條路上面撞車，你點知係啱啱正係你嘅攝影機切片？係呢個，所以呢啲嘢叫做你好難控制噶嘛，即係50米、70米，你知點樣控制？呢個好難講嘅。所以我自己覺得係人算不如天算，係呢個天算嗰時你係走唔甩嘅。即係同埋對方可能一路等緊呢個時機再去發酵呢件事。所以佢7月20幾號撞車，咁啊去到8月幾號先至開始嘭一聲發酵。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大家都喺度等到一件事發生之後，就搏命咁炒你呢件事啦，就通過好多種方法將你炒出去，搞出嚟。不過你知道盛雪爆嗰個料啊，其實好明白，因為而家中共裏邊好多官場裏邊好多即係呢啲家族天龍族裏邊嘅人，而家最憎嘅就係佢。即係所以好多呢啲料係天龍族自己擺出嚟嘅，唔係出邊嘅人，唔係好似我哋咁聰明刮可以睇呢啲報道，可以睇出嚟，好難睇啊，大佬。嗰啲人自己擺出嚟。明白。而家好包括盛雪嗰個都係，你一睇就知係入邊係有意咁樣放出嚟嘅。冇錯。
好啦，咁今日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 sorry 唔好意思，因為咧有觀眾俾咗錢我哋，所以我哋要多謝佢。Julie Wong，Julie Wong，多謝你啊，Julie Wong。咁啊，當然啦，即係在場睇而家睇緊嘅嗰1000名觀眾都好多謝你喺現場啦。同埋我想同一個人傾偈，就係 Tony 啊。佢話幾年前喺天水圍飲茶撞到我，跟住冇諗過喺美國睇有冇搞錯有再相逢。我記得當時咧我飲茶同我爸飲茶啦，突然間有個人咧俾咗張 memo 我，跟住然後咧上面好似係寫話好支持你咁樣咯，好搞笑。跟住佢好隱晦咁樣就走開咗，我唔知係咪佢。喺香港啊？喺香港係啦。我有試過喺嗰個夏威夷都撞到有香港人，香港人認得你咁樣，認得有個我都喺呢度啊。有個 Kathleen。Kathleen，佢係我哋忠實觀眾。係啊 Kathleen 就佢同佢先生佢都仲請我哋食飯，食咗好多餐。多謝大家，好多謝真係。係啦，咁好多即係再次多謝 Julie Wong 啦，因為我哋即係都係嗰句啦，我哋係獨立製作嘅頻道，咁真係好需要大家去支持嘅，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訂閱我哋嘅會員啦。咁啊，雖然我哋嘅會員片就唔多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希望大家係即係出錢即係支持。因為佢懶啊，佢唔中意同我打高。係咯，咁啊，但係希望大家係啦，多多支持我哋啦。咁啊，一般嘅即係就算你 like 啊、share、comments 都係支持嘅，咁都好多謝大家。係。好，咁啊，今日節目就到呢度啦。OK， 下次見，拜拜。拜拜。